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赛博仓鼠。本期是我们2025年8月暑假的手机推荐和总结。最近有不少地区都在继续投入资金去支持国补，再加上部分手机在降价，8月中还有小米经典的816节，优惠力度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而且今年的新机基本都发完了，有超轻薄大电池的 vivo S30 Pro mini、荣耀400 Pro， 配置拉满的红米 K80 至尊版，距离苹果17系列高通和联发科下一代旗舰处理器至少还有2个月的时间，不用太担心背刺的问题。对于毕业生来说，为自己添置一款好耐用的新手机是非常重要的。大学要处理的事物特别多，手机卡顿那用起来真的折磨。所以我们这期手机清单会加入更多的产品，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机。那这次我们依然是从价格和需求出发，所有价位的产品都有更新，同时保留打分环节，力求让大家更直观了解到每款手机的优缺点和专精的地方。如果您对参数不了解，可以参考评分星级，1分勉强能用，2分不算好用，3分正常胜任，4分表现优秀，5分目前最强。如果你比较在意手机在某一方向的表现，可以用评分进行简单的参考。这里给大家带来我们新版的思维导图，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截图保存，作为自己手机选购参考。我们视频下方也配置了进度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规格一键跳转。很多小伙伴经常在评论区问直屏好还是曲屏好，担心曲面屏会影响到使用。其实现在大部分曲面屏手机的屏幕曲率都小于30度，侧看偏色程度微乎其微，天文难度也不算大，而且今年新机都有很便宜的碎屏险，不必妥协自身喜好和需求。当然，如果用机环境较差，或者平时摔手机多，直屏还是更耐造一些的。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或者找不到自己满意的手机，欢迎把您的需求按照预算加用途加需求这个模板发在评论区，我们看到后都会回复。记得如果有游戏需求，一定要详细提及游戏名字哦。如果我们的视频和评论有帮助到您，还请给我们一键3连支持一下，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手机毕竟是易损品，自营旗舰店购买更有保障。我们推荐的所有手机官方链接都放在了评论区置顶，可以一键直达。同时也和小伙伴们说一下，手机会存在不可预测的持续价格波动，一切以官方链接的实时价格为准。我们在评论区回复的时候，也会以实时价格进行推荐。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推荐环节，我们先从1500到2000这个价位开始说起。这个价位我们优先推荐3款口碑最好、使用体验最稳妥且没有明显负优化的骁龙8 Gen 3手机。如果你不是重度游戏用户，对拍照和机身质感也没有高要求，那这3款手机用个2-3年是完全没问题的。这2款手机大家应该都了解的很多了，在这里节省篇幅，直接分析它俩的不同之处以及适合的人群。一加 S5 的优势是 ColorOS 15，系统稳定大气，金属中框耐摔且精致，京东方屏幕观感清晰通透，这3点就非常有优势。毕竟对于手机来说，屏幕系统是最重要的点。当然价格摆在这里，一加 S5 也做出了取舍，用了0809小马达和很拉胯的短焦屏幕指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敲字和解锁手机的体验。iQOO Neo 10则是用上了更好使的超声波屏幕指纹，支持失手解锁，而且它这个超声波指纹在同价位基本找不到对手，红米 K80 的超声波指纹都没有它的好用。但是它采用塑料中框，并不耐摔耐滑，机身质感我认为也是不如一加 S5 的。iQOO的 OLED 屏幕调教偏鲜艳，长时间看有点刺眼，我是更加喜欢一加 S5 的柔和感。综上所述，希望屏幕和机身质感好，那就选一加 S5。喜欢超声波屏幕指纹，能接受塑料中框，iQOO Neo 10会更合适。接下来是2000到3000元的手机，这个价位已经能买到正代旗舰芯片的产品，性能上对比前面2000以内的产品更有优势，但在相机、电池容量上可没有太大变化。如果你希望一个手机用3-4年，天玑9400骁龙8至尊版的手机当然会比 N-1代芯片的手机流畅耐用。这个价位我们推荐的第一款是红米的 K80 至尊版，它的配置绝对不负至尊版之名，天玑9400加旗舰处理器， IP69 防水防尘，7410毫安超大电池加100瓦充电，还有 1.5K 144赫兹 6.83英寸的超高刷大屏。最关键的是超声波指纹、0916超大线性马达和大振幅对称双扬声器，在红米 K80 至尊版身上全都有，配置是拉满了，价格也很合理，补贴完2000出头就能到手。在新的旗舰处理器推出之前， K80 至尊版绝对是最划算的终端性能机。这个价位先来聊聊真我的新品 GT7， 它是目前最便宜的天玑9400加手机，国补后起步价2200元，还有7200毫安电池加100瓦充电，机身却只有203克，是7000毫安电池的手机里面最轻薄的。同时它有着新的大地主摄、超声波屏幕指纹、2枚大振幅扬声器以及稳定的系统，性价比超级高。缺点就是为了轻薄，它用了塑料机身，不耐摔，建议带壳使用。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真我的售后问题，如果你能接受这2点，真我 GT7 真的很划算。毕竟它是这个价格唯一的正代芯片加 IP69 防水防尘加超声波屏幕指纹加大地主摄的产品。也许有的地方做的不精，但它一定是最全面的那个。那如果打游戏多，想要 2K 屏幕， iQOO Neo 10 Pro 加会更合适。虽然说是 Pro 加，但它对比 iQOO Neo 10 Pro 阉割了相机部分，换来了骁龙8至尊版更强大的 2K 144赫兹京东方 Q10 屏幕，120瓦加6800
毫安双电型组合，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iQOO Neo 10 Pro 加上市之后，比的红米 K80 降到1000多，K80 Pro 降到2000多，可见它的实力强劲。但 iQOO Neo 10 Pro 加因为堆料机身210克，宽度76.6毫米，握持手感不佳，而且塑料中框没有换掉，依然不支持 IP68 防水防尘，所以它的目标群体非常精准，就是那些想买 iQOO Neo 10 Pro 但又不想要联发科处理器和维讯诺 OLED 屏的小伙伴。 Pro 加把这2个问题解决掉，再升级下电池，就已经能卖得很好。荣耀 GT Pro 你可以理解为增强了相机、外放和售后服务的真我 GT 7，比真我 GT 7贵了几百元，有超声波屏幕指纹、双衬扬声器、IP69 防水防尘、骁龙8至尊版、144赫兹直屏以及7200毫安超大电池，3颗5000万像素镜头搭配均衡，还有非常多的5镜频段和内置2颗射频芯片，拿来户外工作、打游戏或是日常使用都非常合适，是一款适配面很广的手机。结合恰到好处的售价，我觉得确实无可挑剔。那接下来这2款手机虽然采用 N-1代的芯片，性能上限比最新的旗舰新品差一些，但这2款手机在较小的体积内做到了非常完善的堆料，同时有着超级大的电池，它们就是 vivo S30 Pro Mini 和荣耀400 Pro。vivo S30 Pro Mini 体积和重量相对更小，它的屏幕是 6.31英寸，机身186克，握持手感极佳。而在这种握持手感的基础上，它塞入了一块6500毫安的超大电池，支持90瓦闪充， IP69 防水防尘，而且有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式长焦，配置很均衡。天玑9300+玩大型游戏也完全没问题，既能拿来日常使用打打游戏，又可以提供不错的影像能力，非常全能。荣耀400 Pro 机身则要大一些，屏幕是 6.55英寸，机身重量204克，不过要比 vivo S30 Pro Mini 薄一些。荣耀400 Pro 使用骁龙8 Gen 3处理器，性能上限不如天玑9300+，但玩游戏是足够的。它的配置要比 vivo S30 Pro Mini 更突出，电池容量足足有7200毫安，支持90瓦有线充和50瓦无线充，主摄和超广角的传感器规格也比 vivo 强。它的价格还和 vivo 一样，很明显荣耀的硬件性价比更高。如果你更看重轻薄， vivo S30 Pro Mini 更合适。想要小一点的体积加丰富的配置，性价比更高的荣耀400 Pro 同样值得选择。然后是3000到4000的手机推荐，因为618之后一些手机价格有回升，所以我们也是重新调整了一下价位。这个价位的手机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都是最新的旗舰处理器，屏幕规格也很高，体验较好。首先是2款我们的老朋友真我 GT 7 Pro 和 iQOO 13。真我 GT 7 Pro 这段时间降价幅度超级大，12+256G 补贴后直接降到3000以内了。相较于阉割配置的 GT 7 Pro 竞速版，降价后的标准版依然更划算，6500毫安的超大电池加120瓦11安超大电流快充，保证了续航和回血能力。相机部分表现也不差，它是目前你能买到最便宜的骁龙8至尊版，加潜望式长焦的机器，红外遥控、IP69 防水、超声波屏幕指纹全都有。除了8000万像素超广角不太行，别的是应有尽有。这款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担心它3星屏幕伤眼，但我看了一下购买评论和各家的测评，都没有提到真我 GT 7 Pro 刺眼频闪的情况，说明这块屏幕在护眼这块并不差。iQOO 13可以看作更全面的 iQOO Neo 10 Pro 加，它有骁龙8至尊版加144赫兹京东方2K 屏加120瓦充电加 1016H 线性马达加对称双扬加 IP69 防水防尘等丰富配置项，还支持100瓦 PD PPS。除了相机差点，别的真的是挑不出毛病。看来相机换来这么多好配置，对于游戏定位的 iQOO 品牌来说，这才是正确的方向，避免蓝场内战。游戏党预算充足的话，闭眼入就完了。真我 GT 7 Pro 对比 iQOO 13的优势在于潜望式长焦，iQOO 的2倍中焦镜头要拍演唱会、音乐节或者较远的景物会比较模糊，真我在这些场景下拍摄能力就要强不少。但同样 iQOO 13的京东方顶级2K 144赫兹直屏观感要比真我的 1.5K 120赫兹3星屏好。如果你每天玩手机时间很长，我们推荐屏幕更好的 iQOO 13。如果在重度游戏之余还是想拍拍照，更全面的真我 GT 7 Pro 比较合适。然后是屏幕更好、细分配置更强的1+13，这个机器发布半年多，配置大家都很熟悉了。2K 120赫兹顶级京东方微曲屏实在太过吸引人，100瓦有线加50瓦无线，6100毫安大电池，配置拉满。这个配置看着是不是和 iQOO 13很相似？但1+13有着更好的相机，1.1/4英寸的 LYT 808大底主摄，加可用性不错的5000万像素。3倍潜望式长焦，还有哈苏影调，影像体验在3000价位非常突出。超声波屏幕指纹、超大线性马达和 IP69 防水防尘也是一应俱全。1+13可以理解成相机更好的 iQOO 13，价格也只贵了200多，性价比我认为1+是胜过 iQOO 的。前面推荐的都是大屏游戏旗舰，那
接下来这两款对小手党就很友好了，也经常被拉出来对比，它们就是小米15和 vivo X200 Pro Mini。现在它俩国补后到手价都降到了3000多，性价比很高。本来最近还有一款小屏中端新机 vivo S30 Pro Mini， 配置均衡，但考虑到这两款价格降价幅度很大，不如一步到位上正代旗舰芯片的产品。小米15在影像上对比小米14提升并不显著，主摄只是升级了镜片素质，超广角和长焦也是没怎么变。60毫米的直立长焦在远望能力上比较一般，而且它的徕卡影调其实味道变淡了。按照小米的说法是形成自有风格，但目前来看自有风格并没有特色，真实度也不如 OPPO 的哈苏和华为的红枫，但它在屏幕、电池和机身质感上进步非常大，屏幕校色变得更出色了，不同的色彩模式都有最佳的体验，峰值亮度提升不小，护眼能力很出色。电池从小米14的4600毫安大幅增加到了5400毫安，在外置用亮屏7小时无压力，解决了之前大家对小屏手机在屏幕显示效果和续航上的顾虑。若是把相机提升下就更好了。而 vivo X200 Pro Mini 就补足了小米在相机上的遗憾。MX818 大底主摄通过 AI 算法解决了炫光问题后，它的相机组体验就没槽点了。85毫米的5000万像素长焦表现要比小米好不少，超广角的畸变控制和画质保留都不错。vivo X200 Pro Mini 的电池来到了5700毫安，搭配能效比出众的天玑9400，续航表现要更优秀，屏幕显示表现也很不错，校色没有小米好，但峰值亮度更高，外观感更通透。它的屏幕尺寸和机身三维都要比小米15小，所以单手操作会更加方便，但它后盖和中框衔接其实不够流畅，相机接口接亮面圆环的设计也有点突兀，质感和手感上其实不如小米15。前面的小米15相机太差，X200 Pro Mini 又有着明显的相机接口凸起，一个影响拍照，一个影响手感。OPPO Find X8S 则是弱化了这两项瑕疵，它的相机比小米15强，凸起又比前两款都要小，做了非常取巧的设计。Find X8S 虽然没能解决X8的缺点，它依然是短焦屏幕指纹加超小马达加 USB 2.0 的低配组合，天马的这块 1.5K OLED 也谈不上多好，但它是目前最轻的天玑9400旗舰机，179克的重量，加上不到74毫米的宽度，握持手感比小米15、X200 Pro Mini 都要好。它还有着5700毫安的电池，80瓦有线加50瓦无线充电，以及优化不错的哈苏全焦段三摄、全功能 NFC 红外遥控、IP68防水也一应俱全，综合体验非常好。现在Find X8S 国补后起步价3699，对比X200 Pro Mini 和小米15，综合性价比非常不错，再加上这个重量真的是仅此一款。特别看重手感的话，Find X8S 肯定是比前两款更值得选择。现在Find X8S国补后起步价3499，对比X200 Pro Mini 和小米15，综合性价比非常不错，再加上这个重量真的是仅此一款。特别看重手感的话，Find X8S 肯定比前两款更值得选择。如果你觉得前面的1+13和X8 Pro 手感太差，但又想要6.4英寸以上的屏幕，可以看看 OPPO Find X8，它的屏幕尺寸是比较适中的6.59英寸，既能单手操作，又有不错的观影体验。同时它的机身重量只有193克，厚度在8毫米以下，握持手感舒适，设计好看，颜值高。除了马达较小，短焦屏幕指纹和 USB 2.0 接口规格落后，其他地方真的没啥槽点。无线充电、IP69 防水这些都有，天玑9400的性能也完全可以胜任大型游戏的需求。再加上现在价格降到3000元，是一款既划算又百搭的产品。性价比不错，是一款既划算又百搭的产品。接下来是4000到5000元的手机推荐，这个价位能买到一些 Pro 旗舰的高配产品，米 OV3加的 Ultra 产品肯定是买不到的，因此这一段只给大家推荐两款价格稍贵有特色的产品。至于大家都很期待的小米15S Pro， 目前来看它的系统优化还不算完善，许多机主都反馈续航较差，相机体验一般。本身玄机01也是小米第一款自主设计的 SOC， 还是需要时间去完善的，所以这期我们就不推荐了。买了这款手机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您的使用感受。那这个价位我们推荐的是 vivo X200 Pro 和荣耀 Magic 7 Pro， 都是老熟人了，他们发布的时候价格非常高，过了大半年后价格降到了4000多。如果你喜欢他们独特配置和设计，我觉得现在就是最适合购买的时机。vivo X200 Pro 的特点就是这枚2亿像素3星 HP9 传感器的85毫米长焦，感光能力出众，特别适合拍人像，拿来录演唱会也有不错的表现。主摄是索尼 LYT818 1.28英寸的感光面积，制成先进，也是拍视频的调教取向。而例如超声波屏幕指纹、USB 3.1、IP69 防水防尘、无线充电等配置 vivo X200 Pro 都有，旗舰机配置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不过 vivo X200 也有缺点，首先就是机身太重了，而且因为相机模组太大，它的握持
手感有点头重脚轻，横屏使用容易挡手。其次是屏幕调教很艳丽，看久了不是很舒服，建议到手后调一下色彩模式。荣耀 Magic 7 Pro 则是和 vivo X200 Pro 互补，它的手感很舒服，屏幕观感特别柔和，机身做工精致，该有的配置也是一样不落，还有着这个价位独一份的 3D 支付级人脸识别。不过荣耀的相机就要差一点，虽然硬件不错，2亿像素60毫米的长焦，1.1/3英寸的大底主摄，规格很高，但是优化一般，影调也没有 vivo 的蔡司那么惊艳，属于适合小米15 Pro 做一桌了。如果你对相机并不算很看重，只是想要一款屏幕极佳、续航长的大屏旗舰，那荣耀 Magic 7 Pro 还是挺合适的。如果你平时喜欢手机摄影，对马达、指纹和 C 口传输速率没要求，那么 Find X8 Pro 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它的屏幕、相机和性能都是旗舰水准，只是短焦屏幕指纹和0809小马达在这个价格有些格格不入，但双长焦带给了它非常丰富的拍摄场景，3倍能拍人像，6倍超长焦可以拍远处景物，录演唱会、音乐节。LYT808 主摄表现也不差，是一款专精拍摄的产品。现在4399元的国补价能买到相机如此全面的产品，再加上它超强的性能，用个3年完全不是问题。只要能接受指纹和马达的缺陷，Find X8 Pro 就依然值得买。接下来是5000元以上的旗舰机，这个价位OV-Mi 3加的 Ultra 旗舰全部都涨回到发布价，因为价格超过6000元，所以享受不到国补。我个人认为现在并不是很适合买，价格虚高，除非你特别想买，预算充足，也不在乎日后的保值率，那还是可以入手的。这3款手机建议各位买16+512G 的版本。本来旗舰机买来肯定就是要用相机的，256G 大概率不够用，而且 OV-Mi 都不支持拓展卡，除非你有家庭 NAS 等专用存储设备来存放照片、视频，否则还是上512G 用的更安心。那首先我们推荐的是小米15 Ultra， 硬件最顶级的安卓旗舰。之前这个价位的旗舰机，要么是2亿像素单长焦方案，要么是双5000万像素长焦，而小米15 Ultra 创新性的选用了5000万中焦加2亿像素超长焦的融合方案。作为小米最新的影像旗舰，各方面配置都拉满了，超长焦换成了新的100毫米等效4.3倍2亿像素，传感器尺寸1.4/1英寸，这就是目前手机市场规格最强的长焦镜头了。但我们特意买了一台用下来后，发现它长焦的像素位移算法很一般，还有就是砍掉了主摄可变光圈后，拍张纸或者屏幕很容易出现虚焦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它的长焦表现实在太强劲，主摄感光能力也是目前安卓最强，依然是安卓手机中影像综合能力最突出的产品之一。不过小米15 Ultra 目前体验下来，续航和系统优化都挺一般。之前我们自己用了一段时间，经常会有细碎卡顿，续航也完全不如X200 Ultra 和 Find X8 Ultra。所以上述问题，我建议你还是仔细考虑一下你能否接受。都花了这么多钱，买个好用的才是硬道理。OV 两家的旗舰，前者守旧，后者则是创新。OPPO Find X8 Ultra 坚持了1英寸23毫米大底主摄加双5000万像素长焦的方案，vivo X200 Ultra 却是换成了14毫米超广角加35毫米人文焦段的新方案。这2枚镜头都是 LYT818 1.28/1英寸传感器，这应该是目前手机端最强的超广角，不仅保证了感光能力，又有着优秀的录制表现，符合这2个焦段的用处。2款手机其他的配置都拉满了，超声波指纹、IP69防水和2K 高刷屏全都有。买这种旗舰机不用担心配置缩水，只要预算足够，能给的都给你。vivo 因为用了3枚超大底镜头，加上新的结构设计，导致相机凸起特别明显，握持手感差。OPPO 这次宣传多镜头薄机身，但实际上 Find X8 Ultra 还是有8.7毫米厚，手感好不到哪去。所以手小的朋友建议去实体店感受一下再买。除了手感上的缺陷，其他地方确实没有啥槽点，预算足够可以直接冲。iPhone 部分我们推荐 iPhone 16 Pro， 这玩意儿绝对是降价幅度最大的旗舰机，没有之一，足足降了2000元，还能吃到国补。在5000多元的手机里面，有着自身独到的优势。如果您对录制有很高的要求， iPhone 16 Pro 绝对是好选择。3镜头 4K 120帧杜比世界，加上苹果极佳的视频画面优化，完全可以取代一些老微单。在其他配置上 iPhone 16 Pro 也不含糊， A18 Pro 超强性能，玩大型游戏不在话下。它的缺点依然是老3样，电池小，充电慢，没红外遥控。另外苹果的存储一直都是黄金做的，128升级到256，要贵1000元，也是仅此一家了。但如果你要用个3-4年，建议还是256G 起步。小伙伴们进入大学，手机要用的很多，流量不够或者太贵的话，每个月都要多花好多钱。还有一个就是校园网，像我读书的时候，校园网到10点半就断了，晚上打游戏看番都只能用流量，所以拥有一张好用的流量卡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最近就找到了这款广电申请卡，29元192G 通用流量，首月就赠送29元，首充100元就赠送2年的162G 流量，而且这些是可以结转或者和副卡
卡共享的，用了2年再充100元，又能继续享受3年162G 流量。本身广电的信号铺设也做得很到位了，现在手机都是双卡的，拿这个流量卡又能给手机用，又能开热点给电脑，连校园网都不用开了，1年省下好几百。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评论区蓝色链接哦。之前的清单都有给大家推荐折叠屏产品，但是目前折叠屏依然无法解决铰链寿命和屏幕折痕的问题，而且价格都很昂贵，性价比不高，产品更新速度也比较慢，我们就不多推荐了。如果您依然想买一款折叠屏手机，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那么到这里，本期的手机推荐就结束了。视频中出现过所有手机的购买链接，全部都整理在了评论区置顶，方便小伙伴们一键直达。能看到这的关注老爷，相信一定是真爱粉。那么还希望您能赏个3连支持一下。如果您对手机选购仍然有什么疑问，也欢迎随时在评论区提问交流，我看到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们下期再见。